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春天的工地总是最忙的时候。滨海市东郊那片新开发区里，塔吊林立，机器轰鸣。每天清晨6点，成百上千的工人从简易板房里走出来，开始新一天的劳作。他们大多来自农村，背井离乡，就为了挣点辛苦钱养家糊口。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，他们用汗水浇筑着一座座高楼大厦，自己却永远买不起其中哪怕一个厕所。这就是生活，残酷又真实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陆明远站在脚手架上，手里的扳手已经拧了整整一个上午。58岁的年纪，在工地上算是老人了。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往下淌，滴在锈迹斑斑的钢筋上。3月的滨海市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，太阳毒辣得很。陆明远直起腰，用袖子擦了把汗。远处的商业综合体主体已经建到了15层，这是滨海市今年的重点工程。老陆，歇会儿吧。工友郑大海递过来一瓶水。陆明远摆摆手，不累，趁着天气好，多干点。话音刚落，包工头韦国强的大嗓门就响了起来：都别偷懒，工期紧着呢。韦国强45岁，中等个子，肚子挺得老高。他慢悠悠地走到陆明远跟前，眯着眼睛看了看绑扎好的钢筋。老陆，你这活不行啊。韦国强用脚踢了踢钢筋，间距不对，全部返工。陆明远愣了，韦工，我是照着图纸来的，间距20公分，一点没错，我说不对就是不对。韦国强声音陡然提高，你是工头还是我是工头？郑大海想上前说话，被陆明远拉住了。陆明远知道韦国强就是故意找茬。上个礼拜，他就因为没给韦国强送烟，被扣了2天工资。返工就返工。陆明远低着头说。韦国强冷笑一声，返工的损失从你工资里扣，3天的活白干了。陆明远的手握成了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。3天工资，那是600块钱，够家里半个月的生活费了。韦工，这不合理。陆明远抬起头，我没做错，你说没错就没错。韦国强突然伸手推了陆明远一把，陆明远没防备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往后倒去。幸亏郑大海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他，要不然从3米高的脚手架摔下去，不死也得残废。老东西，干不了就滚蛋。韦国强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工地上的其他工人都看着，没人敢说话。大家都知道韦国强的厉害，他背后有建筑公司老板方言撑腰，谁敢得罪？晚上，陆明远躺在工地宿舍的硬板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宿舍里挤着8个人，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味和脚臭味。他掏出手机，看着儿子陆承志的号码，犹豫了很久。儿子刚调到滨海市工作，听说职位还不小，可陆明远从来没跟儿子说过自己在工地的遭遇。男人嘛，在外面受点委屈算什么？不能让孩子担心。电话还是打了过去。爸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陆承志的声音传来。没事，就是想问问你工作忙不忙？还行。爸，你呢？身体怎么样？好着呢。工地的活不重。陆明远撒了谎。父子俩又聊了几句家常。陆承志总觉得父亲的声音不太对劲，追问了几句。陆明远只说春天容易上火，让儿子别操心。挂了电话，陆明远看着窗外的夜空，城市的霓虹灯把天空照得发亮，可这光亮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陆承志放下手机，
心里不踏实。他了解父亲的性格，报喜不报忧，越说没事，越可能有事。陆承志今年32岁，研究生毕业后就进了体制，凭着出色的能力和踏实的作风，他一路升迁。最近刚被任命为滨海市副市长，分管城建工作。第二天是周末，陆承志决定去看看父亲。他知道父亲在东郊的工地，但具体哪个工地并不清楚。开着车在东郊转了一圈，陆承志终于在一个商业综合体工地外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隔着围挡，他看到父亲正吃力地搬运一捆钢筋。58岁的人了，腰已经有些佝偻。正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，父亲的工作服早就湿透了。这时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走了过来，指着陆明远就开始骂：“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干活这么慢，影响工期知道吗？”陆明远解释：“围工，我腰不好，已经尽力了。”“尽力？尽你妈的力！”韦国强一脚踢翻了陆明远刚摆好的钢管。“今天的工资扣一半，再磨蹭就给我滚蛋！”陆承志看得清清楚楚，拳头握得咯咯响。他恨不得冲进去，可理智告诉他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回到车里，陆承志打了几个电话，很快就摸清了情况。这个工地是方言的建筑公司承包的，韦国强是包工头，在工地上作威作福，工人们都怕他。陆承志心里有了主意，他要亲自去工地，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黑。当晚，陆承志翻出大学时的旧衣服，又去夜市买了套工装和一双解放鞋。对着镜子，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刚从农村出来找工作的小伙子。他向组织请了1个月的假，理由是深入基层调研，领导很支持，说年轻干部就应该多接触群众。3天后，一个自称小陆的年轻人来到工地找工作。会干什么？韦国强上下打量着他，啥都能干，就是想挣点钱。陆承志故意说的土里土气，1天200，包吃包住，干不干？干！就这样，陆承志成了工地上的一名临时工，被分到了陆明远的班组。陆明远看着这个新来的小伙子，总觉得眼熟，但又想不起在哪见过。小陆很勤快，专捡重活干，还经常帮陆明远搬东西。小陆，你多大了？陆明远问。28。陆承志撒了谎。家是哪的？山里的，村子小，您肯定没听过。陆明远没再多问，工地上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问多了不好。几天下来，陆承志彻底看清了工地的黑暗。韦国强克扣工资是家常便饭，今天说你活不合格，明天说你偷懒，总有理由扣钱。工人们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到手的钱还不到应得的一半。更过分的是伙食，食堂承包给了韦国强的亲戚，每顿饭就是清汤寡水的白菜汤，馒头硬的能砸死人。可韦国强却说伙食费已经超标了，安全设施更是形同虚设。安全帽是最便宜的那种，一碰就裂。安全带早就过了使用年限，随时可能断。可韦国强根本不管这些，他只要工期。半个月过去了，陆承志已经完全融入了工人群体。这天中午，大家正在工棚里吃饭，郑大海接了个电话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咋了，老郑？陆明远问。我儿子住院了，急性阑尾炎，要做手术。郑大海的声音都在颤抖。要多少钱？医生说最少5000块，对工人来说是个大数目。郑大海这2个月的工资还没发，手里就几百块钱。我去找围工预支工资。郑大海站起来就走，
大家都知道这是难办。韦国强从来不预支工资，果然没过多久，郑大海就回来了，脸色铁青。韦公怎么说？有人问，他说郑大海的眼圈红了。他说没钱就别生病，生不起病就别生孩子。工棚里安静下来，大家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，谁家没个急事？我这有800。陆明远掏出钱，我有500。小刘师傅也拿出钱，工友们你100我200地凑，可还是不够。陆承志默默记下了这一切。晚上，他偷偷给郑大海的床头放了3000块钱，用纸条写着好人有好报。第二天，郑大海发现钱后，跪在工棚里磕头，不知道该谢谁。可事情并没有结束。韦国强知道这时候，认定是郑大海偷了工地的钱，带着几个打手把郑大海拖到空地上，老实交代钱是从哪偷的。韦国强恶狠狠地问：我没偷，是好心人给的。放屁，谁会平白无故给你钱？韦国强一脚踹在郑大海肚子上，郑大海疼得蜷成一团。陆明远想上前帮忙，被打手推开了。其他工人也想帮忙，都被威胁了。陆承志躲在角落里，用手机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。他的心在滴血，可他必须忍住。证据，他需要更多的证据。晚上，工人们聚在宿舍里，群情激愤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小刘师傅拍着床板：咱们去劳动局告他。没用的。一个老工人摇头。韦国强背后有人，告了也白告，那就罢工。罢工，你不想干了，后面多的是人等着呢。陆明远坐在床边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他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没见过？工人在这个社会就是最底层，谁会为他们说话？陆承志走过去，递给他一瓶水。陆叔，别太上火了。陆明远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心里暖暖的，这孩子真不错，要是自己儿子能有他一半懂事就好了。小陆，你还年轻，有机会就离开工地吧。陆明远说，这地方不是人待的。陆叔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这些坏人会得到报应的。陆明远苦笑，但愿吧。夜深了，工人们都睡了。陆承志躺在床上，听着此起彼伏的鼾声，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：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他要为这些人讨回公道，哪怕付出代价。陆承志开始了他的秘密调查，每天干完活，他就找各种理由在工地转悠。韦国强的办公室在2楼，陆承志经常假装打扫卫生，偷听里面的谈话。一天傍晚，韦国强和会计赵姐在办公室说话：这个月的账做好了吗？韦国强问。都弄好了，工程量虚报了30%，材料费多报了200万。赵姐压低声音说：钱呢？按老规矩，1半给方总，剩下的咱们分。陆承志心里一惊，方言，那个建筑公司的老板，原来是这条利益链的源头。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。方总说了，下批材料用便宜的。赵姐又说，会不会出问题？怕什么？验收的时候打点一下就行了。再说了，方总上面有人。陆承志的手机录下了这段对话，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偷工减料，这可是要命的事。一旦楼盖好了，住进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出了事谁负责？夜里，陆承志趁着没人，溜进了办公室。他用手机拍下了账本上的每一页，还有那些虚假的材料单据。正拍着，外面传来脚步声。陆承志赶紧关了手电，躲在桌子底下。是赵姐回来了，她拿了个包就走了。陆承志在桌子底下大气都不敢出，
直到确定人走远了，才爬出来。第二天，工地出事了，一个叫小王的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腿骨折了。原因是脚手架的螺丝松了，这本来是要每天检查的，可韦国强为了省事，1个月都没查过。小王的媳妇来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他要求工地赔偿医药费。韦国强却说这是他自己不小心，跟工地没关系，要告就告去，看谁搭理你们。小王媳妇要去找方言，被韦国强的人拦住了。方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收拾。陆承志看不下去了，他走过去扶起小王媳妇，大姐别哭了，这钱我们工友凑。工人们又开始凑钱了。陆承志趁人不注意，在凑的钱里多放了5000。小刘师傅气不过，韦国强太欺负人了，我要去举报他。韦国强正好听到了，冷笑着说：去啊，你去举报啊，我告诉你，方总在市里有人，你们这些蝼蚁还想翻天，做梦。就在这时候，陆承志注意到韦国强接了个电话，脸色变得很严肃。他听到韦国强说：方总，您放心，那批货我亲自去接。陆承志心里一动，那批货肯定就是偷工减料的建筑材料。当天晚上，陆承志偷偷跟在韦国强后面，韦国强开车去了郊外一个仓库，陆承志躲在暗处，用手机拍下了卸货的全过程。那些钢筋明显比标准的细，水泥包装上的标识也被涂改过。陆承志甚至听到韦国强对司机说：这批货省了300万，方总会很高兴的。陆承志跟着韦国强回到工地，看到韦国强又给方言打电话，他悄悄靠近，听到电话里的内容后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方言在电话里说：老韦，这个项目背后的水很深，上面有几个大人物都有股份，所以不管出什么事都会有人罩着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干，钱不会少你的。陆承志这才明白，这不是简单的偷工减料，而是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承志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在工地干活。他发现事情比想象的更复杂。方言的公司能拿到这个项目，本身就有问题，正常的招投标程序都被做了手脚，其他公司根本没有机会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栋商业综合体建成后，将有上千家商户入驻，每天有几万人进出。如果真的因为偷工减料出了事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陆承志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在韦国强的账本上，有一笔钱是给刘建国的。刘建国曾经是陆承志的同事，去年调到了建设局。陆承志记得，刘建国曾经暗示他一起发财，被他拒绝了。没想到刘建国已经陷得这么深了。与此同时，陆明远的身体越来越差了。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心理压力，让他的老腰病又犯了，有时候疼得直不起腰，只能咬着牙硬撑。陆承志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好几次他都想冲上去抱住父亲，告诉他别干了，可他不能，他必须忍住。一天，韦国强召集所有工人开会，告诉你们一个消息。韦国强叼着烟说：下个月要裁员了，年纪大的、干活慢的都给我滚蛋。工人们一片哗然，很多人在这干了好几个月，工资还没结清呢。韦工，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发？有人壮着胆子问。工资等工程结束了一起算，现在谁要是不想干，可以走，不过工资1分没有。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工人们敢怒不敢言。陆明远的名字赫然在裁员名单上。
58岁，在韦国强眼里就是该淘汰的年纪。晚上，陆明远坐在床边发呆，干了几个月，1分钱没拿到，还要被赶走，这让他怎么跟家里交代？陆叔，别想太多了。陆承志安慰他：“小陆，叔这辈子就这样了。”陆明远叹气：“可你还年轻，有机会就走吧，别在这耗着了。”陆承志握住父亲粗糙的手：“陆叔，相信我，会有转机的。”陆明远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转机？哪有什么转机？穷人的命就是这样，被人踩在脚下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这天夜里，陆承志做了一个决定，他给可靠的朋友打了个电话，把收集到的证据都发了过去。老王，按我说的做，这件事必须谨慎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省里。不过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风险很大，为了这些工人兄弟，值得。3天后，方言来工地视察了。这是个40岁出头的男人，西装革履，派头十足。韦国强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他身边，不停地汇报工作。方总，工程进度很顺利，下个月就能封顶了。好，必须赶在年底前完工。方言满意的点头。他们在工地转了一圈，方言看到那些偷工减料的材料已经用上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老韦，干得不错，那批材料的事做得很干净，都是按您的吩咐办的。韦国强谄媚地笑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陆承志正在搬运钢筋，一个不小心撞到了方言，钢筋上的铁锈蹭到了方言的西装上。你他妈瞎了！方言正要发火，突然愣住了。他盯着陆承志看了好几秒，脸色慢慢变了。你是陆副市长？这一声让整个工地都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看向陆承志。韦国强的嘴张得老大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陆明远更是呆若木鸡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陆承志站直了身子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方总好眼力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方言结结巴巴地问。我来体验生活。陆承志淡淡地说，体验一下工人兄弟们的生活。韦国强的腿开始发抖了。陆市长，这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陆承志冷笑。我在这1个月了，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经历的都是误会。他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音，正是韦国强和赵杰讨论做假账的对话。方言的脸色变得铁青。你偷录音，这不合法，合不合法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陆承志说，倒是你们偷工减料、贪污工程款，这可都是犯罪。方言突然笑了。陆副市长，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为凭这点东西就能扳倒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上面有人。他掏出手机，拨了个号码。喂，刘局长吗？我这里有点麻烦。陆承志也拿出手机。老王，可以行动了。不到10分钟，工地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几辆警车和执法车开进了工地。下来的不是市里的人，而是省里的调查组。方言，韦国强，你们涉嫌贪污、行贿、偷工减料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调查组组长亮出了证件。方言傻眼了。你们怎么会？陆副市长的举报材料，我们3天前就收到了。组长说，这3天我们一直在暗中调查，证据确凿，你们跑不了了。韦国强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工人们都看呆了，他们没想到那个跟他们一起干活的小陆竟然是副市长，更没想到副市长会为了他们在工地卧底1个月。陆明远走到儿子面前，嘴唇颤抖着：你真是……爸，对不起，
我瞒了您。陆承志低下头，傻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陆明远的眼泪流了下来。爸，我不能看着您被欺负。陆承志说，我更不能看着这么多工人兄弟被欺负。工人们围了上来，很多人都哭了。陆市长，谢谢您，您是我们的恩人，终于有人为我们说话了。陆承志看着这些朴实的面孔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调查组开始清查账目，封存材料，那些偷工减料的建材都被查出来了。如果这些东西真的用在建筑上，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可就在这时，组长接了个电话，脸色变得凝重。陆副市长，上面有人打招呼，说方言是重点企业家，不能随意处置。陆承志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出。组长，人命关天的事，谁的面子都不能给。可是，如果上面施压，责任我来担。陆承志说的斩钉截铁。正说着，一群记者涌了进来。原来，小刘师傅早就联系了媒体，把工地的黑幕曝光了。镜头对准了那些偷工减料的材料，对准了工人们破烂的宿舍，对准了韦国强奢华的办公室。请问陆副市长，您为什么要卧底工地？记者问。陆承志看了看父亲，又看了看工人们，因为我想知道底层劳动者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想知道我们的城市是怎么建起来的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是这些工人兄弟用血汗建起来的，可他们却连最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，这不公平。很快，这个新闻就上了头条，网上一片哗然，都在声讨方言和韦国强，都在赞扬陆承志。迫于舆论压力，上面不敢再保方言了。方言和韦国强被正式逮捕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工人们被拖欠的工资全部结清了，很多人拿到钱的时候都哭了，这是他们的血汗钱。终于拿回来了，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了。但对陆承志来说，麻烦才刚开始。市里开了紧急会议，有人批评陆承志不按程序办事，擅自行动。陆副市长，你的做法太冒险了。一位领导说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些工人兄弟的冤屈谁来管？陆承志反问。那也要按程序来，你这样做让组织很被动，被动的是那些跟方言有关系的人吧？陆承志毫不客气地说。会议室里安静下来，大家都知道陆承志说的是事实，可没人敢承认。最后，上面给了陆承志一个处分，说他违反组织纪律，但同时也肯定了他为民办事的精神。陆承志无所谓，他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。倒是陆明远很自责，儿子，都是爸连累了你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陆承志扶着父亲，您在工地受的苦我都看到了，我就是想让您知道，您儿子没给您丢脸，没丢脸，一点都没丢脸。陆明远老泪纵横，工地停工整顿了。那个商业综合体项目被重新招标，由一家正规的建筑公司接手。陆明远没有再去工地了，在陆承志的帮助下，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，虽然挣得不多，但够生活了。其他工人也都找到了新的工作，虽然还是很辛苦，但至少不用再受韦国强的气了。3个月后，法院开庭审理方言和韦国强的案子。法庭上，方言还在狡辩，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可证据摆在那里，由不得他抵赖。最终，方言被判了15年，韦国强被判了8年，他们的违法所得全部被追缴。庭审结束后，陆承志走出法院，看到很多工人在外面等着。陆市长，谢谢您。您是好官，我们永远记得您。陆承志心里暖暖的，这些朴实的话语
比什么嘉奖都珍贵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秋天。陆承志还在副市长的位置上，虽然因为工地的事受了处分，但他的声望反而更高了。老百姓都知道，这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官。这天傍晚，陆承志来到父亲的小卖部，父子俩坐在门口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。儿子，爸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。陆明远突然说。什么事？其实我早就认出你了。陆承志愣住了。什么时候？你刚到工地的第2天。陆明远笑了。你以为你装得很像？你从小的那些小动作，我能不知道？那您为什么不说？我想看看我儿子会怎么做。陆明远的眼神很深邃。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。陆承志沉默了。儿子，陆明远接着说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方言和韦国强是坏人，可还有更多的灰色地带。你以后的路还长，要学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平衡。爸，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陆明远摇头。你现在年轻，有冲劲，这很好，可当官不是打仗，有时候需要迂回，需要妥协。但不管怎样，不要忘了初心。陆承志若有所思，这次的经历确实让他学到了很多。制度的漏洞，人性的复杂，都不是简单的对错能概括的。爸，你后悔在工地干活吗？不后悔。陆明远说，人总要活着，我没本事，只能出卖力气，但我问心无愧，没偷没抢，靠自己的双手吃饭。你是我的骄傲。陆承志握住父亲的手。你也是爸的骄傲。陆明远笑了。夕阳西下，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不远处，那个曾经的工地已经围上了新的围挡，新的建筑公司进驻了，新的工人开始干活了。钢筋水泥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一切好像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城市还在建设，高楼还在生长，那些工人还在流汗，还在为生活奔波。陆承志经常会想起在工地的那1个月，那些工友的面孔时时出现在他眼前。老郑、小刘、小王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家庭和梦想。可在这个城市里，他们只是数字，只是劳动力，只是可以随时替换的螺丝钉。这公平吗？不公平。能改变吗？很难。但总要有人去做点什么，哪怕只是让一个工地的工人拿到工资，哪怕只是让一个黑心包工头受到惩罚，那也是进步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陆承志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这个社会会更公平一些。虽然这一天可能很远，但只要有人在努力，就有希望。他会继续努力的，为了父亲，为了那些工人兄弟，为了心中的正义。路还很长，但他不会停下脚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